朋友，请你现在伸出你的右手，把5根手指轻轻并拢，然后仔细看看你的食指和无名指到底哪一根比较长。如果你的无名指明显长过食指，那么恭喜你，从面相学、从命理学、从几千年的易经智慧，甚至从现代的科学研究来看，你这一生命中注定有贵人相伴，注定会遇到3段躲也躲不掉的缘分。这不是江湖术士在唬人，这是老祖宗用几千年的观察，加上现代医学的反复验证，得出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你可能会笑，说这听起来像是迷信，可是当我告诉你，连意大利的科学家都做过严谨的调查，发现2000多位企业老板当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无名指比食指长的时候，你还会笑吗？当我告诉你，连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连美国史丹佛大学，连韩国首尔大学都发表过论文，证明无名指与食指的比例跟一个人的反应速度、决策能力、社交手腕，甚至寿命长短都有关联的时候，你会不会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这只手？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观察早在3000年前的易经当中，老祖宗就已经点出了。曾仕强教授生前讲易经，讲了一辈子，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人这一生其实不是你选择缘分，是缘分选择你。你长成什么样子，你的手是什么样子，你的面相是什么样子，那都是上天给你写好的剧本，你只是来把这个剧本演完而已。但是剧本归剧本，怎么演，演得好不好，那就看你自己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无名指长过食指这件事情，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天机？为什么这样的人会有贵人缘？为什么这样的人今生注定要走过3段躲不掉的缘分？这3段缘分分别会在你生命的哪个阶段出现？你又应该怎么去把握，怎么去珍惜？看完这支影片，你会彻底明白，原来自己身上藏着这么多被忽略的讯息。我们先来说说无名指这根手指在中华文化当中，它到底是什么地位？古代人讲手相，把每一根手指都对应到一颗星，一位神，一种运势。大拇指对应金星，主管意志力，代表一个人的根本决心。食指对应木星，主管事业心与企图心，代表一个人在世间想要争取的位置。中指对应土星，主管自律与责任，代表一个人能不能扛得起家国天下。小指对应水星，主管口才与财运，代表一个人能不能说会道，能不能聚财。而无名指对应的是太阳，是整个太阳系最尊贵、最光明、最有能量的那颗星辰。古人把无名指称为太阳指，也叫做曜指，因为传说太阳神有疗愈的力量，能让万物生长，能驱散一切阴霾。在西方的占星学里头，无名指叫做阿波罗指，阿波罗就是太阳神，掌管艺术、灵感、创造、疗愈。你看，东方和西方虽然隔了千山万水，但是在这根手指的解读上面，却不约而同地给出了同样的答案。这难道是巧合吗？我觉得不是，这是因为人类观察自己、观察彼此，几千年下来总结出来的一个共同真理。所以你想想看，太阳指如果比代表企图心的木星指还要长，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这个人内在的能量、内在的光是大于外在的野心的。你不需要拼命去争、去抢、去推销自己，你只要站在那里，自然就会发光，自然就会吸引别人靠近你。这就是贵人缘的根本来源。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做贵人缘，以为就是运气好，总有人来帮忙。其实不是这么简单。曾仕强教授讲过，贵人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贵人是被你身上某一种气场吸引过来的。这个气场就是你内在的太阳。你的无名指长过食指，就是上天在你身上做的一个记号，一个标签，告诉所有经过你身边的人，这个人值得我帮一把。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偷偷比对自己的手指了？别急，我们继续往下讲，因为更精彩的还在后面。2023年的时候，有一个发表在《人格与个体差异》期刊上的研究，把这件事推向了科学的高峰。研究团队发现，无名指与食指的比例，其实在你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被决定了。
胎儿在母体当中所接触到的雄性激素跟雌性激素的比例，会影响到这2根手指的生长速度。如果雄性激素偏高，无名指就会长得比较快，这个人将来会比较有冒险精神，比较有决断力，比较有领导气质。如果雌性激素偏高，2根手指就会差不多长，这个人会比较温和，比较细腻，比较有同理心。科学上把这个比例叫做 2D 比 4D 比率， 2D 就是第2根手指食指， 4D 就是第4根手指无名指。研究发现，这个比率不但跟人的性格有关，跟运动能力，跟音乐天分，跟数理头脑，甚至跟寿命长短都有关系。无名指越是长过食指的人，年轻的时候越是身强体壮，心脏越是健康，到了老年的时候，罹患某些慢性病的几率也比较低。也就是说，你的手指长相，其实在你还是个小生命的时候，就已经把你这一生大概会走什么样的路预先标记出来了。这不就是命吗？这不就是我们老祖宗讲的命由天定吗？更妙的是，这个科学发现跟易经的乾卦讲的居然完全一致。乾卦讲什么？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为阳，乾为日，乾为首。一个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正好就是体内有强烈的乾卦能量的人。他不需要勉强，他自然就会往上走，自然就会吸引贵人，自然就会走到一个让人羡慕的位置。曾仕强教授讲乾卦的时候，反复强调，乾卦的精神不是好勇斗狠，而是源源不绝的内在动力。一个人如果内在有这份动力，外在自然就会有人来推他一把，扶他一程。但是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没有，这只是一个开头。真正让人毛骨悚然的是，这样的人这一生注定要走过3段缘分。这3段缘分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得掉的，不是你想避就能避得开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来聊的内容。第一段缘分叫做启蒙之缘。什么叫启蒙之缘？就是在你人生的前30年当中，会有一个人，可能是你的老师，可能是你的长辈，可能是你的某一位上司，他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把你从一个浑浑噩噩的状态，一把拉到一个你以前从来没想过的高度。这个人可能不是你最熟悉的人，可能甚至跟你只有一面之缘，但是他讲过的某一句话，做过的某一件事，会像一道闪电一样劈进你的人生，把你整个人都点亮。你回头去看那些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几乎每一个成功的都有一个这样的人。曾仕强教授自己也讲过，他这一生最感谢的就是当年在大学里头遇到的那位指点他易经的老师。如果不是那位老师，他可能还在工业教育的领域里头打转，永远不会走上中国式管理的这条路，永远不会有后来在央视百家讲坛上讲易经的奥秘的那个曾仕强。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你知道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是怎么来的吗？颜回家里很穷，住在陋巷里头，吃的是一箪食，喝的是一瓢水，别人都受不了那种日子，他却不改其乐。为什么？因为他遇到了孔子。孔子就是颜回的启蒙之源。孔子用几句话，几段道理，就把这个穷孩子心中的那盏灯点亮了，让他从此觉得世间最快乐的事就是研究学问，修养德性。启蒙之源的特点是什么？是他来得快，去得也快。你以为你会跟这个贵人一辈子在一起，结果他指点完你之后，可能就消失了，可能就调走了，可能就退休了，甚至可能就过世了。但是他留给你的那一点火种，会在你的心里头燃烧一辈子。易经当中讲鼎卦的爻辞说，鼎黄耳金巽利贞，意思是说一个鼎要立得稳，最关键的是上面那2个耳朵要有金做的横杆穿过去，才能把鼎抬起来。这个金巽就是你生命中的第一位贵人，没有他，你这个鼎再怎么漂亮也只是一个摆设，没有办法被抬起来被使用。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特别容易遇到这样的启蒙之缘呢？这就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太阳指了。太阳指的能量是一种光，是一种热。一个浑身发光发热的年轻人走在路上，自然会吸引那些有智慧的长辈多看你2眼。那些长辈看你看得多了，
总会找个机会跟你说两句，这两句可能就改变了你的一生。而且这种贵人的相遇，常常发生在你最低潮、最没有自信、最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老天爷看的不是你风光的时候，而是你落魄的时候。你落魄的时候还能保持那份内在的光，那才是真正值得被点化的料子。所以你回头去看那些大人物的传记，几乎每一个人在被贵人发现的当下，都是处在一个非常低、非常难的状态。所以如果你正好是无名指掌过食指的人，而你现在还很年轻，请你一定要记住，多去拜访长辈，多去请教前辈，多去听听那些走过你前面路的人怎么说。你的启蒙之源一定就藏在这些人当中。你越是谦卑，越是好学，这份缘分来得越快，给得越多。如果你现在处在一个很苦闷的阶段，不要灰心，因为你的贵人可能正在路上，正在朝你走来。第二段缘分叫做扶持之缘，第一段启蒙之缘是为你点燃火种的人，第二段扶持之缘是真正陪你走过漫漫长路的人。这个人通常会在你30岁到50岁这个阶段悄悄地走进你的生命。他可能是你的合伙人，可能是你的伴侣，可能是你的兄弟姊妹，也可能是你的某一位老朋友。他不一定有多么厉害的能力，但是他有一样东西是你最缺的，那就是坚持陪伴你的那份心。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夫妻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句话听起来很悲观，但是曾仕强教授讲过，这句话是给那些贵人缘不够的人听的。一个真正命中带贵人的人，他的同林鸟是不会飞的，反而会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把自己的羽毛拔下来给你盖着，自己冻死也要保护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扶持之源这个东西，它不讲利益，不讲算计，不讲对错，它只讲一个字，就是义。你看那些武侠小说里头讲的桃园三结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就是扶持之源的最高境界。刘备、关羽、张飞这3个人，谁是无名指尝过食指的人？我不敢说，但是我敢说，他们3个人身上一定都带着那种强烈的太阳气场，所以他们才会在乱世当中找到彼此，才会走出后来那段叱咤风云的历史。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苏东坡这个人你应该知道吧？他这一生被贬了好几次，从黄州贬到惠州，再从惠州贬到儋州，几乎是被流放到天涯海角。可是不管他被贬到哪里，总有一群朋友追着他跑，总有人在当地接待他，款待他，保护他。为什么？因为苏东坡身上有那份光，那份豪迈，那份真诚，那份不管在多苦的环境下都能写诗作对的潇洒。这份光吸引了一辈子源源不绝的扶持之源，连他的政敌王安石最后都跟他握手言和。这种事没有贵人气场的人根本做不到。但是你也要明白，扶持之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你必须要先做一个值得被扶持的人。什么叫值得被扶持？就是你自己要有担当，要有原则，要有让别人愿意把后背交给你的那份信任感。如果你自己是一个3天2头就要叛变，就要算计别人的人，那么上天就算给你10段扶持之源，你也会把他们一段一段全部毁掉。易经当中讲到坤卦，坤卦的核心精神是什么？是厚德载物。一个人想要载得起这份扶持之源，他自己的德要够厚，德不够厚，缘分来了你也接不住。你看现在多少人年轻的时候打拼，等到事业稍微有点成绩，马上就忘记当年陪自己白手起家的那些人，马上就翻脸不认人。这样的人，扶持之源只会来一次，走了就再也不回头。曾仕强教授讲坤卦的时候，特别强调一句话，他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个载字很关键，你能载多少东西，取决于你的地基有多厚实。一个人的事业、人脉、贵人、福报，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就是你要载的物。你的德如果像纸一样薄，那载个小石头就垮了。你的德如果像大地一样厚实，那就算载着万里江山，你也走得稳稳当当。所以朋友，如果你的无名指长过食指，
这代表上天已经给了你一个非常好的礼物，但是这个礼物能不能保住，要看你自己的德行够不够。你越是宽厚，越是仗义，越是懂得感恩，你的扶持之缘就会越来越稳固，这个人就会陪你一辈子。第三段缘分叫做圆满之缘。如果说启蒙之缘是上天派来点燃你的，扶持之缘是上天派来陪伴你的，那么圆满之缘就是上天派来帮你收尾的。这段缘分通常出现在50岁之后，甚至更晚。它的形式很特别，常常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某一群人、某一件事、某一个悟道的瞬间。曾仕强教授讲易经的时候，最喜欢讲的就是这个圆满之缘。他说，人生的最后一段，最重要的不是赚多少钱，不是有多少地位，而是你能不能找到那个让你心里真正安顿下来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宗教，可能是学问，可能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可能是你的儿孙绕膝，也可能就是你自己对于这一生的彻底接纳。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特别容易在中年之后遇到这样的圆满之缘。为什么？因为他们前半生用太阳的能量去照耀别人，照耀久了，必然会回头去寻找自己的源头。这个寻找的过程，就会带他们走到一个非常深、非常近的地方。很多人到了50多岁、60多岁，突然开始研究易经，开始学佛，开始写书，开始画画，开始做公益。这不是他们突然变了，而是他们前面50年走过的路，到这个时候开始收网了。他们发现，原来人生不是一条直线，是一个圆。所有的得失，所有的恩怨，所有的欢笑与眼泪，最后都会在一个地方汇合，那个地方就叫做圆满。我再举一个例子，曾国藩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拼命、非常有野心的读书人。他30岁做翰林，40岁带兵打仗，50岁位居一品大员。可是到了60岁以后，他突然把所有的时间都拿去做2件事，一个是写家书，一个是修身。为什么？因为他到了那个年纪才明白，前面50年所有的功名利禄，跟他能不能教好儿孙，能不能修好自己的心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他晚年写的那些家书，后来变成了千古名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就是圆满之缘的最高境界，已经不需要外面有什么人来陪你，因为你自己已经跟整个天地、跟整个历史合而为一了。易经当中讲到既济卦，既济就是已经完成、已经度过的意思。但是紧接着的是未济卦，未济就是还没完成。为什么老祖宗要把这2个卦放在易经的最后？因为老祖宗想告诉我们，所谓圆满，不是事情都做完了，而是你的心已经放下了。事情永远做不完，但是心可以随时放下。一旦你的心放下了，这一生就圆满了。曾仕强教授讲未济卦的时候讲过一段话，让我印象非常深。他说，人这一生最大的圆满，不是把所有事情都做完，而是知道有些事情这辈子就是做不完，但是我已经尽力了。能够对自己说一句我已经尽力了，这就是最高层次的圆满。所以圆满之缘的本质不是你遇到什么人，而是你终于成为了一个怎样的人。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最后都会走到这一步。他们会明白，原来自己这一生最大的贵人不是别人，就是自己。是自己当年没有放弃，是自己当年选择善良，是自己当年愿意相信。聊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有点被震撼到了？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反观自己的人生，去思考这3段缘分到底是已经走过了，还是还在路上？我要特别跟你说，这3段缘分不是只有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才有的，每一个人这一生都会遇到启蒙、扶持、圆满这3种缘分，只是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遇到的几率特别高，遇到的人物特别贵重，遇到的时机特别准确而已。那么如果你的无名指刚好没有比食指长，是不是就完蛋了？是不是就注定一生孤独，无人相助？完全不是。曾仕强教授讲过一段话，我觉得是这整套智慧的精华所在。他说，命是天给的，运是自己走的。命可以决定你的起点，运可以决定你的终点。你的手指长相，你的面相，你的八字，那都是命。但是你怎么走，走到哪里，走得多远，
那是运。也就是说，命你改不了，但是运你可以改。那要怎么改？我给你3个具体的建议。这3个建议是综合了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为什么有贵人缘的核心逻辑提炼出来的。不管你的手指是什么样子，只要你能做到这3点，你的贵人缘也会越来越旺。第一个建议，做一个内在发光的人。什么叫内在发光？就是你心里有自己的光，不需要靠别人的肯定来证明自己。你做你该做的事，走你该走的路，不争不抢不抱怨，这样的人自然会散发出一种让人靠近的能量。贵人不是被你追过来的，贵人是被你的光吸引过来的。你越是想抓住贵人，贵人跑得越快；你越是专注于自己的光，贵人来得越多。曾仕强教授讲过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比喻，他说你想想看，太阳从来没有去拜托哪一朵花来开放，可是只要太阳出来，所有的花都会自己开。一个内在发光的人就是这样，他不需要去讨好谁，追逐谁，他只要持续的发光，全世界该开的花都会为他绽放。第二个建议，做一个值得被信任的人。人这一生，贵人缘的多少，最终取决于信任这2个字。一个说话算数的人，一个答应了就一定做到的人，一个宁愿自己吃亏也不会出卖朋友的人，他身边一定围着一群愿意为他两肋插刀的贵人。反过来，一个朝三暮四、见利忘义，把自己的好处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就算他遇到再好的缘分，也会亲手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部毁掉。易经当中讲到中孚卦，中孚就是内心有诚信的意思。中孚卦的爻辞讲，鸣鹤在阴，其子何之？意思是说，一只鹤在阴暗的角落里轻轻的叫，远方的小鹤听见了，自然就会跟着应和。为什么？因为这是真诚的呼唤。真诚这个东西是会穿越距离、穿越时间、穿越所有阻隔，被真正有缘的人听见的。第3个建议，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感恩这2个字看起来很简单，做起来最难。多少人年轻的时候有人扶持，等到自己飞黄腾达了，就忘记是谁把他从泥巴里头拉出来的。多少人顺境的时候众星拱月，逆境的时候连一个愿意接他电话的朋友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平时不懂感恩。懂感恩的人，贵人缘会越走越深，越走越广。因为老天看着呢，老天会把那些懂得珍惜缘分的人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疼。你今天感恩了一个人，明天就会有另一个人来帮你。你今天忘记了一个人，明天就会少一个愿意帮你的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因果，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到老了才看明白。朋友，讲到这里，这支影片就快要结束了，但是我希望你能记住下面这段话。无名指长过食指这件事本身只是一个表象，真正重要的是这个表象背后所揭示的那个更深层的道理。那个道理就是，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天生注定的好命，也没有什么天生注定的坏命。所有的好命都是一个内在发光、值得信任、懂得感恩的灵魂吸引来的回馈。所有的坏命都是一个自私冷漠、见风转舵、忘恩负义的灵魂自己造成的后果。曾仕强教授在他讲易经的最后几年反复强调一句话，他说，易经不是教你怎么算命，易经是教你怎么安身立命。算命是消极的，是等着看老天怎么对你。安身立命是积极的，是你自己决定要怎么活。2026年，我们站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上，每一个人都在问自己，未来会怎么样？我会不会有贵人？我会不会遇到那段对的缘分？我的人生会不会圆满？我想告诉你，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在天上，不在别人手里，不在任何一个算命先生的口中，而是在你自己的选择里头。你选择做一个发光的人，贵人就会来；你选择做一个可靠的人，扶持就会来；你选择做一个感恩的人，圆满就会来。3段缘分，今生注定躲不掉，但是怎么接住这3段缘分，是你自己说了算的。我再给你补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曾仕强教授讲过，人这一生最忌讳的就是怨天尤人。一旦你开始怨，你身上的那道光就会立刻熄灭。光一熄灭，贵人就看不见你了。
缘分就会绕道而行。所以不管你现在身处在多么艰难的境地，请你务必记得把怨气收起来，把光重新点燃，光一亮，贵人马上就会找到你。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点，很多人问贵人到底长什么样子，我怎么知道谁是我的贵人？我告诉你，贵人从来不会跟你说我是你的贵人，真正的贵人常常是用最不起眼的方式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可能是你某一次挤捷运的时候，旁边那个陌生人说的一句话，可能是你某一次去咖啡厅的时候，无意间听到的某一段对话，可能是你看的某一本书，某一支影片，某一个你以为跟你无关的人。所以请你务必对生命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瞬间都保持敬畏，保持好奇，保持开放。你的贵人可能就在你下一个转角，等着跟你打招呼。最后请你再低头看一看你的这只手，看着你的食指和无名指，不管它们谁长谁短都不要紧，重要的是这只手从今天开始要做什么，要握什么，要放下什么，要创造什么。朋友，你的人生剧本已经写好了开头，但是中段和结尾全部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愿你今生贵人不断，扶持不停，圆满不缺。愿你看完这支影片以后，能够对自己的这双手、这个身、这一辈子多一份了解，多一份珍惜，多一份笃定。